過去10餘年，中國商業最火的邏輯就3個字：學小米。而現在，一個殘酷的現實正在發生，靠這套邏輯起盤的品牌正在批量熄火。小米模式究竟還能走多遠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先得看清它的底層代碼。所謂小米模式，本質是中國過去15年最成功的商業範式之一。模仿式規模創新，本質是模仿，核心是規模，是商業模式的創新，不是科技的創新。簡單來說就是，別人負責定義產品，我只負責把它做得更便宜、更快、更好賣。具體操作上，先鎖定一個被海外品牌已經驗證過的品類，用本土供应鏈壓到極致低價，再通過社交網絡和 KOL 製造敘事，靠規模迅速鋪開，最後再用性價比、國貨平替這樣的標籤，完成消費者的心智佔領。這套公式孵化了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國產大牌，蘋果等國際巨頭跑通的智能手機，小米通過模仿，依托國內成熟產業鏈，將高端機型打到1999元的地板低價，再借助線上直銷、粉絲社群和快速擴張，迅速搶占地盤。星巴克花了30年在國內普及咖啡，将咖啡融入城市中產生活方式。瑞幸等新派咖啡順勢而起，憑借本土供應鏈和數字系統，將星巴克精心打造的第3空間咖啡店重塑成 App 點單加自提櫃加9.9元低價的高频剛需场景，再用萬店狂飆和補貼策略實現指數級增長。完美日記則借鑑了歐美大眾彩妝、專業彩妝、高端包裝和韓系快時尚這4條已經被國際巨頭驗證過的成熟賽道，依托國內代工鏈，快速推出高顏值、低門檻的單品，再通過小紅書種草、KOL 投放和直播矩陣，實現閃電式規模擴張。還有泡泡瑪特、名創優品、拼多多，幾乎都在重複同一個公式。不重新定義賽道，只把別人已經驗證過的賽道用中國速度做到極致。模仿式規模創新的成功，靠的絕不是粗糙的山寨，它能跑通是種高度組織化的商業能力，需要供應鏈、市場、敘事3方共振。而在中國过去的15年間，這3個要素恰好同時備齊。首先，本土供應鏈極度成熟，一款新品從圖紙到出貨速度快得嚇人，這讓模仿的門檻驟降。第二，國內擁有足夠龐大的市場，能同時消化各個層級的價格帶，縱使毛利微薄，只要體量夠大，企業照樣能靠規模攤薄成本實現增長。第三，性價比，國貨崛起，科技平權，消費升級，這些概念在過去的10幾年間深入人心。消費者掏錢購買的不僅是物件，更是某種情緒共鳴。而在這套打法內部，本該是核心的技術，卻淪為了一種基礎耗材。只要從外部拿來，就可以在內部拼裝，接着靠規模攤薄，靠速度搶跑。這便是過去眾多品牌得以破局的底層密碼。然而，一切紅利皆有週期。瑞幸短期內刷出駭人的增長報表，卻也將整條咖啡賽道拖入無底線的價格絞肉機。大批跟風者在燒完融資之後集體退場。這幾年，完美日記的營收也不斷縮水，市值從巔峰期蒸發了超過95%。靠規模模仿起盤的國貨，潰敗的劇本也出奇的一致。在成本端，原料、人工、物流、渠道費用的攀升，吃掉了極限低價的利潤點；而在需求側，不管是手機、數碼硬件，還是新消費品類，市場已經飽和。越來越多的行業正從增量廝殺轉為存量博弈。同一時間，消費者的信息篩選力大幅躍升，社交平台既能放大品牌光環，也能迅速反噬。產品爭議、設計抄襲、代工底細和售後爛賬都逐漸浮出水面。當熱錢退潮，資本就會重新拷問長期盈利模型和品牌護城河。而真正需要警惕的，絕非單一品牌的掉隊，而是整個市場大部分的品牌都沉迷於走捷徑，無需熬過漫長且充滿未知的研發期，沒有科研經費的投入，只需要編故事、壓成本、衝規模就能順利上岸。模仿式規模創新和原生創新之間最核心的分水嶺在於，你究竟創造了什麼價值，沉澱了什麼技術壁壘。缺乏價值創造的增長，不過是在透支熱錢、透支產業鏈、透支用戶耐心。
最可怕的是，終局時整個市場甚至會開始質疑那些死磕原創的團隊和匠人，他們反倒要付出更高代價來自證清白和實力。這種信任損耗的加劇，或是模仿式規模創新帶給中國商業圈最沉重的一筆隱形負債。它雖然不會體現在任何的公司報表上，但整個市場終究將為這筆賬買單。你最近買的國貨是技術突破還是平替故事？評論區聊聊你的看法。讓觀察帶電，讓觀點發光。這裡是雷霆 Lab，感謝你的收看，那我們下次再見。